这是怎么回事？完了，这威压远超筑基长老。80了，凡人寿元不过100，我这修士活得还不如凡人。60年前，我穿越到这修仙界，本以为自己是天命之子。60年，从少年熬成老头，修为却停在炼气3层。人家是天之骄子，我却是蝼蚁不如。这是油尽灯枯的征兆，最多还有3个月，不甘心啊！陈爷爷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死不了。陈爷爷，你又说胡话了，你可是仙师，哪那么容易死？小浩啊，最近宗门里头有啥新鲜事儿？有啊，听说内门的李师叔成功结丹了，宗门里张灯结彩的可热闹了。金丹期，寿元500，真好啊！陈爷爷，你放心，等我以后厉害了，一定找来灵丹妙药，让你长命100岁。好，爷爷等着。60年，毫无寸进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别人穿越都是天之骄子？我不甘心，我不想死！幻觉，回光返照，金手指，我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60年，你知道我这60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有救了！检测到宿主求生意志极度强烈，寿元燃烧系统激活中。寿元燃烧系统，寿元燃烧系统激活成功。87天，60天，这不是金手指，这是催命符。用60天寿命换功法提升，值得吗？我总共就87天，可我当了60年蝼蚁，我不甘心。这就是燃烧寿元的感觉。长春宫变成青木诀了。法力运转，引气入掌。这是最精纯的木属灵气，直接吸收。这效率比长春宫高几10倍。60天寿元，值了。筑基难如登天，天才地宝难寻，但我不能放弃。还有27天，我一定能找到活路。先突破炼气中期，时间不多了。当务之急，恢复法力，冲击瓶颈是第一步。青木诀运转，经脉亏空太久，这点法力远远不够。法力终于能留存了。照这个速度，突破有望。
给我破！炼气4层，困了我几十年的瓶颈，终于破了。24天，如何活下去？筑基绝无可能，只能找延寿丹药或天材地宝。回春堂，刘掌柜，那年我40岁，在回春堂当学徒。掌柜的，您擦的是什么宝贝？这是我刘家祖传的丹方，竟然有阳寿丹方，也就名字唬人，就是个鸡肋。主材料要玉龙参，才延寿1年，炼气期谁会花大代价买1年寿元？鸡肋，这是我的仙丹，1年，整整1年的寿元。刘掌柜若还在，丹方一定还在。无论偷还是抢，必须拿到丹方。60年苦修，就这点积蓄，失败便死无葬身之地，成功永不回头。24天，赌上一切。终于到了。爹，你擦这些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一天到晚见不到客人，再这样下去只能喝西北风。小瑞，你小声点，总会好起来的。我联系了王老板，100块零食盘下这间店。不行，这是祖产，绝对不能卖。现在没人来小店，大家都去百草阁了。我到现在都入不了修炼门，卖铺换功法不好吗？今天必须给我准话，不然我自己去找王老板。这倒是我的机会。客官要买点什么，随便看看。掌柜的，生意不太好啊，几十年没回来，这里还是老样子。你是？我是陈平，几十年前在你这儿打杂的。啊，你真是陈平？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？一言难尽，修仙路太难走，我资质太差，混了几十年依旧如此。如今大限将至，想着落叶归根，回来看看。当年在您这儿当学徒，心里踏实。唉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记得您有家传的小延寿丹丹方，对吧？亏你还记得，前些年练过，失败了。对别人是鸡肋，对我却是救命宝贝。您看能不能把丹方卖给我？卖什么卖？一个快死的老东西买得起吗？你这穷鬼，能拿出一个零食？做梦！小瑞，怎么说话呢？我说的是实话，他就是来占便宜的。罢了罢了，老朽唐突了。哼，算你识相。
生气没用，活下去才重要。硬来不行，刘掌柜懦弱，刘瑞是关键，必须让他们主动交出丹方。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原来是个赌鬼，完美的猎物，计划可行。开大点儿，废物！晦气，真他娘的晦气！他妈的！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是刘掌柜家的小瑞呀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最后一点希望也没了。什么完了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想我陈平在丹道一途也算有几分天赋，可惜呀，就差一点就能重现那张上古的丹方。我问你，什么丹方？没什么，我胡说的，喝多了。老东西，说实话，不然让你死在这儿。小瑞，你们回春堂藏着天大的宝贝。哼，就那破铺子，除了地契还有什么宝贝？是丹方，那些祖上传下的丹方。你说那些被我爹当宝的废纸，那是上古残方，补全了能让整个青山镇疯狂。你骗谁？想偷我家东西？我大限将至，只求亲眼看看完整丹方。信不信由你，本想给你一场富贵。站住，把话说清楚。此事重大，不可声张，跟我来。你就住这种地方？一个知道上古丹方的人，会住这种破地方？痴迷丹道，不善经营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看好了，这是改变命运的东西。这是半张上古丹方，此丹名为筑基丹。另一半在哪儿？快说！寻了半辈子，才推断在你家祖传丹方中，你家那张与我这张本是一体。本想花钱买，谁知道……老先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办法有，但需同心协力，绝不能让你爹知道。为什么不能让我爹知道？你爹太过迂腐，定会上报青叶门，到时候你我连口汤都喝不上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后天是你娘的忌日。对，我爹会去青石山扫墓，一来一回2时辰，足够办事。放心，我家地形我比谁都熟。事成之后，所有好处都归你。老先生仗义，我只求了却心愿，不求富贵。事成后，我必给你寻来延寿丹药。真是个蠢货。2天后，丹方到手，2天蛰伏，只为今日。
老先生，东西我拿来了。好，快打开看看。怎么样？是这张吗？也不是，难道我记错了？没有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怎么会这样？老东西，你耍我！耍我！我比你更希望这是真的。滚！赶紧滚！别让我再看到你！单方到手，再无瓜葛。19天，必须找到玉龙参。只找药材摊儿，目标玉龙参。老板，你这儿有没有玉龙参？有，50年份，200块下品灵石。太贵了，有没有品评差一点的？10年份30块灵石，要吗？再差一点的，残缺的有没有？老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限将至，寻残品搏续命机会。残缺的嘛，倒也不是没有。25年份以上，价格可不便宜。多少灵石？你开个价。20块下品灵石，少1块都不卖。只有7块，还差13块，怎么办？老板，我全部身家就7块灵石，您行行好。7块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20块，少1块都不卖。老板，求你替我留3天，我必凑齐灵石。哼，给你留3天，我开善堂的。你这参不好卖，3天换20块灵石，你不亏。光说没用，拿东西做抵押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这功法对滋养灵植有奇效，我留下帮你照看灵药，3天后凑齐灵石。我拿不出灵石，就当给你白打工。哼，算你有点门道，我信你一次。这3天你待在我这儿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多谢老板，3天时间必须赚到13块灵石。即使纷争不断，总有我能赚钱的机会。姓王的，这株铁线草是我先看上的。价高者得，坊市规矩你不懂。2位道友，底价5块灵石，价高者得。7块、 9块、 10块、 11块灵石。外表完好，根基已坏，3日之内必彻底枯萎。机会来了，道友，请留步。干什么？老东西滚开！道友，
你这株铁线草，怕是要砸手里。你胡说八道！再乱讲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打开玉盒细看根，自有衰败灰气。我被骗了。老先生，您可有法子救活他？3块，我便出手救这灵草。这是我全部灵石，求您出手。活了，真的活了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功法，能起死回生？老先生，我这凝露草还有救吗？有救，老规矩，3块灵石。行，没问题。都别急，排队登记，一个个来。已经28块，足够了。老板，20块灵石，玉龙参归我了。好说，老先生深藏不露啊。剩余8块灵石购买辅药了。这几种辅药一共多少灵石？5块灵石，拿走吧。炼丹房，我来了。道友，可否行个方便？我有急用。你已超时，坊市规定每人最多2时辰。滚！再烦我，小心你的狗命！既然你不开，那我就帮你开。老东西找死！回我丹药，把你剁了喂狗！你已经超时了。我给百草阁炼丹，耽误了你来丹，我今天就不走了！这老头力气怎么这么大？我的丹，我杀了你！3息后转文火，再晚就炸炉了。不好，地火失控了！让开！现在可以出去了吗？多谢道友不助。炼制小丸寿丹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每一步都不能错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可以了。灵气流失30%，只能拼了。
给我拧！这是最后的希望啊！好暖，从骨头里透着舒服。这重量真的消失了，我的眼睛能看得这么清楚。总算活下来了。这就是所谓的耐药性吗？2年半，已经远远超出预期了。60年的蝼蚁生医结束了。从今天起，我陈平要换一种活法。120天，消耗翻倍。苟活无用，赌一个未来。比上次强烈数倍，像是灵魂被撕扯。吸收速度快了1倍，炼气6丛指日可待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地阶功法，散徒不敢想的机缘。反正老子这条命是捡来的，再赌大一点，要么死，要么新生。寿元在飞速消失。成了。这路径比万木诀精妙太多。这不是吸收，是吞噬。不好！动静太大了，恐怕会惊动附近修士，一旦暴露，必死无疑。必须尽快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地。
久无人居，灰尘太厚了。炼气4层的法力，清理这点灰尘足够了。接下来可以安心修炼了。这一次毫无保留。好精纯的木属灵气。这是生命在回归。我不再是枯木，我是正在生长的树。经脉的容量比之前大了1倍不止。炼气5层，就在此刻。炼气5层，这是地阶功法的一次性改造效果。180天，将近半年寿元，以我的资质，苦修10年也未必领悟，这是唯一捷径。给我加点儿！180天。整整半年寿元，是第一次升级功法的3倍。这不是知识，是刻进骨子里的本能。青木雷法。有了这门神通，同阶之中，谁能挡我？这就是青木雷法。5年寿元，短时间想都别想。奇怪，灵气波动怎么突然消失了？地阶功法。若是得到，必定一步登天。炼气中期，正好试试玉木雷法的威力。地阶功法的秘密绝不能暴露。老东西，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小老夫一直在这里睡觉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么大的动静，你能睡得着？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刚才那股灵气变动是不是跟你有关？废物，滚出去！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好，小老夫这就离开。神通！消耗太大了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最多只能施展2次。除代，穷鬼！青叶门有金丹修士，绝不能留下痕迹。必须亲眼看着化为灰烬。这样就安全了。
心神消耗太大了，这东西被贴身携带，定不简单。竟然是本日记，心性太差，全是琐事。天不亡我，天不亡我啊！地阶功法的修炼速度果然恐怖，该离开清河镇了。气氛不对，怎么回事？站住！什么人？诸位道友，我只是过路的，想去前面村子办事。从现在开始，清河镇许进不许出，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盘查。听说了吗？千叶门赵廷弟子昨晚死了，魂灯都灭了，怪不得封镇这么严，这是要掘地三尺找凶手啊！混心境，不能冒险。只有你能帮我了。陈爷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小浩，我需要你帮个忙，我要出阵。出阵不行啊，宗门封镇了，王师兄带着问心镜盘查，谁也别想蒙混道关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陈爷爷，赵廷师兄难道是被你……此事与你无关，但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。南边瘴气林防守松懈，神识受限，晚上更是形同虚设。你身为巡逻弟子，对换防时间和路线很清楚吧？陈爷爷，我好不容易才进青叶门，这要是被发现……你5岁那年，爹娘采药未归，是谁背你去医馆守了3天3夜？10岁那年被毒蛇包围，是谁不顾危险救你出来？16岁入门测试，是谁把一辈子积蓄都给了你？小浩，我知道你很为难，我这条老命没几天了，不甘心就这么死，帮我只是还恩情，此后你我两不相欠。陈爷爷，我带你出去。嘘。一旦被发现，绝不手软。陈爷爷，前面就是瘴气林了，顺着路走见小溪，往下游就能绕出去。巡逻队那儿，这个时辰该有人守着吧？我把这个月俸禄给了谢师兄，他答应放行。小浩，难为你了，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不用了，陈爷爷，你多保重。这孩子重情义，希望他能有好前程。果然如此，送上门的灵石正好成全他们。谢师兄，那老头怎么还没来？哼，急什么？估计腿脚不利索，等着就是。张浩那傻小子，还真以为这点东西能收买我们？少废话，他若真是凶手，肯定不是善茬儿，别阴沟里翻船。就这，看来捞不出多少油水。管他是不是，来了就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。动手！老东西，给老子站住！找死！怎么可能？
不好，不好！点子扎手，快撤！想走，晚了。神通啊！别杀我！两个穷鬼，青叶门弟子都这么穷？青叶门肯定会加强盘查，驿站走不通了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玄技商行，炼器中期护卫，货不一般。站住！什么人？两位小哥，老朽过路，想跟管事的商量点事儿。去！钱老板没空搭理你这老乞丐，赶紧滚，别碍事儿。钱老板，别来无恙。老朽陈平，你还记得吗？原来是陈老先生，巧啊！延寿丹炼成了？唉，一言难尽，丹炉炸了，药材毁了，那可真是太可惜了。没想到碰上钱老板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能否带我一程？我们去云阳城，路途遥远，可不养闲人。这些是我全部家当，只求混口饭吃。荒郊野外不太平，你这身子骨怕是……钱老板放心，老朽炼气中期，寻常的毛贼，老朽还是能应付一二的。哎呀，陈老先生是高人，愿意加入是我们的荣幸。老赵，给陈老先生安排最舒服的马车。是，钱老板。商人果然都是一个德行。陈老先生，您请。多谢。20几块灵石花得值，这车里怕是藏着大人物或贵重宝物。与我无关，只求安稳搭车，不惹闲事。出发！修行之路片刻不能松懈，必须抓紧一切时间提升修为。炼气3层护卫莫名失踪，麻烦怕是来了。老赵，你说会不会是那伙人干的？十有八九，这是黑风寨的地盘，那帮人杀人不眨眼。他们只在黑渡口活动，怎么跑到古道来了？要么手头紧换地方，要么咱们的货被盯上了。他娘的，这趟出门倒了血霉。我们连夜改道行不行？晚了，早已被盯上，改道只会自乱阵脚。唯一的活路就是硬闯过去。硬闯？黑风寨寨主是炼气7层，我们根本挡不住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拼死一搏。你去跟那位通个气，动手也好有个照应。黑风寨附近知名匪患，心狠手辣，作恶多端。我有地级功法与神通，炼气7层匪首不足为惧。非亲非故，无需出手，正好看看这密车里藏着什么人物。知道了。竟是年轻女子，能让钱药师如此恭敬，身份绝不简单。今夜注定不太平。一席，都给老子起来！举盾！
粗浅偷袭，不值一提。结阵，保护货物！匪众实力远超预料，今日凶多吉少。寨主，一群废物，这么久了还没拿下，车里的美人儿还要躲到什么时候？自己乖乖出来，还能少受点皮肉之苦。那人果然没有骗我，真是个极品小美人儿。只要你乖乖跟了老子，我保证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车内老者修为低微，今夜只能自渡。炼气6层，天赋倒是不错。小美人儿，刀剑无眼，一会儿伤了你这如花似玉的脸蛋儿，可就不好了。哼，找死！小美人儿倒是有两下子，老子就喜欢你这种带劲儿的。少女若败，全员必死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陈老先生，难道以为躲在车里就能保命？他实战太浅，修为不足，落败只是时间问题。青木雷法难斩炼气后期修士，出手漏底，牵扯未知祸福。真是流年不利。哈哈哈哈哈！小美人儿还在挣扎什么？等会儿落到老子手里，有你使不完的力气。风刃术。找死！给老子躺下！嘿嘿嘿嘿，小美人儿，这下看你还往哪儿跑！宁死，绝不苟受欺辱。垂暮老朽，竟有通天秀为。本想一击重创逼退此人，没想到他对自己都如此狠，绝非一两之辈。
雷法耗损极大，仅剩一击之力。谁？是谁在装神弄鬼？给老子滚出来！这力量绝非寻常法术，难道是神通？修神通者，皆是精才绝业之辈。对方留手，是警告，亦是隐匿。老朽隐藏修为，一直在骗所有人。车里的是哪位朋友？我黑霄自问，从未得罪过阁下这般人物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问我的来历？好，阁下好大的口气！我黑霄纵横此地10几年，还从未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既然阁下不肯露面，那就别怪我黑霄不讲规矩了。是百魂幡，歹毒邪气，百生魂祭炼，沾至精血尽枯。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百魂幡，邪修歹毒法器，此人背后另有势力。10息之内滚，否则死。再动，必死无疑。既然阁下硬要插手，那我就卖阁下一个面子。但若是还有下次，我就算拼上性命，也要向阁下好好讨教一番。给老子过来！找死！今天这笔账，我黑霄记下了。山不转水转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可惜未能一击狙杀，青木雷法耗损过巨，已然力竭，放虎归山终是隐患。需尽快提升修为，炼气5层终究太低。小女子苏云薇，多谢道友出手相救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此人并非不近人情之辈。陈道友若不嫌弃，可到我的马车上稍作歇息。我的马车要更宽敞舒适一些。对方马车精良，自带防御阵法，更为安全。不可展露虚弱，需谨守本心。不必了，有什么事明日再说。是我考虑不周，那就不打扰道友了。大小姐，我们现在这点人手，别说遇劫匪，就是来几只厉害点的妖兽都应付不了。人手损耗过重，确实需要先行休整。这附近哪里有可以落脚的地方？从这里往东南方向走，大约半日路程，便是青石镇。我们先去那里休整几日，补充些物资，重新招募一批护卫。是，大小姐。法力尽数恢复，状态重回巅峰。商会大小姐，年纪轻轻，条理清晰，实属难得。陈道友，商队昨日折损严重，我们打算先行前往青石镇休整一番，不知道友可愿与我们同行？孤身前往黑石城无资源，借力商会最为稳妥。好。不知道友可否赏光，到在下车上一叙，也好让小女子拔谢一二。
此人心性远寻常散修，不为外物浮华所动。此茶名为云雀，有静心凝神之效，还请道友品尝。苏小姐有话，但说无妨。在下曾听前药师偶然提起，说道友似乎在寻找延寿之物。此事无需遮掩，对方早已察觉我生机衰败。不错，老夫时日无多了。炼气5层却会神通，寿元衰败却灵力充盈，此人必有秘密。多谢道友昨日出手相救，云为感激不尽。此行运送的物资中正好有一件东西，或许对道友有用。此丹名为续命丹，服用1枚可增3年寿元。在下此番做主，将此物赠与道友，以报答昨日的救命之恩，还望道友不要推辞。3年寿元远超往日所得，天下无白吃之事，收下便是。既然是苏小姐的一片心意，那老夫就却之不恭了。陈道友，青石镇就在前方，虽不大，但背靠云雾山脉，往来散修不少。镇上有我玄技商行的产业，道友可安心落脚，不会有人打扰。大小姐，我们到了。知道了。陈道友，我们需要在镇上休整几日，补充物资，再重新招募一批护卫。这期间，道友可以自由行动。陈道友，你一路劳顿，我已经为你备好了上房，请随我来。这里不会有人来打扰。道友若是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可以吩咐下人。有劳苏小姐了。丹药纯正，无诈无弊。好强的药力！总算多了3年寿元，压力大减。延寿只为补资质、破境界，终须渡劫飞升，长生不死。果断升级，夯实根基。无攻击，善探查，100米范围，隐蔽性极强，为号神识。秘术实用性远超预期，需尽快提升修为，稳固神识。陈道友，可否方便进来一叙？他深夜前来，所谓何事？他果然服下丹药，生机复苏，底蕴愈发难测。深夜打扰，还望陈道友见谅。无妨，苏小姐深夜到访，想必是有什么要事吧？确实有件事，想请道友帮忙。哦，苏小姐，请说。不知道友是否听说过云雾山脉中的云雾果？云雾果？我也是今日才得知此物。据商行中的本地人所说，云雾果10年一开花，10年一结果，再过10年方能成熟。此果蕴含精纯的灵气，对我们炼气期修士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物，可免去数年的苦修时间。听起来确实是好东西，只是这等宝物想必获取的难度也极大吧？不错，云雾果只生长在云雾山脉深处，而云雾山脉常年被一种奇特的云雾笼罩，深入其中伸手不见五指，能见度极低。更麻烦的是，那里的云雾能极大的压制神识，在山脉深处，神识甚至无法离体。神识无法离体，我的草木通感恰好不受限制，此乃天赐仙机。如此说来，这云雾山脉确实是凶险之地。那云雾果刚好在最近几日成熟，此果无法用玉盒保存，采摘下来后必须在12个时辰内服用，否则灵气就会散尽。所以我想邀请陈道友明日与我一同前往云雾山脉碰碰运气。机缘难得，
唯看报酬是否值得出手。报酬呢？若是道友能助我获取1枚云雾果，在下愿以另1枚续命丹作为报酬。苏大小姐倒是会拿捏老朽。陈道友说笑了，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，不知道友以为如何？成交。这里就是云雾山脉了，进去之后万事小心。走吧。果然有用，此术不受雾山限制，得天独厚，稳占先机。陈道友，你似乎一点都不紧张。老夫活了这把年纪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这点雾气算不得什么。此人满身秘密，实力与底蕴全然看不透。苏小姐，我们往左边走。为何？那边的草木生长得更为茂盛一些，地势也相对平坦，佳话掩人耳目。右前方藏有炼气中期獠牙野猪，伺机待袭。好，听道友的。陈道友，你确定是这边吗？苏小姐稍安勿躁，前方不远有处断崖，沿崖边走能避开大多危险。这般浓雾遮蔽视野，他竟能洞悉前路地形，绝非普通散修。此人底蕴莫测，实在太过神秘。我们沿着这边走。怎么了？有人在我们前面，而且似乎遇到了麻烦。应该是生活在青石镇上的散修，是被妖兽撕咬致死的。看来这云雾果的消息知道的人不少。前面有打斗声。离这里多远？大约1里之外。不急，先观察一下情况再说。或许我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。嘘。炼气后期岩背巨猿，皮糙肉厚，防御极强，寻常法器难以破防。是清月镇的林家。清月镇林家。清月镇背靠云雾山脉，林家是当地修仙家族，行事颇为霸道。那个老者是林家的家主林宽，炼气9层的修为。他旁边那个年轻人是他的长孙林峰，天赋不错，小小年纪就已经是炼气6层。这云雾国的竞争对手还真不少，这岩背巨猿的巢穴很可能就在附近，能让他如此拼死守护的，恐怕只有一种可能。我们要不要？不急，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他们两败俱伤。风儿，用离火符。是，爷爷。
好强的威力，这至少是1阶极品符箓。赢了，总算把这畜生给解决了。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，滚出来！什么人？出来！不是冲我们来的，还有第三方在场。赵天雄，果然是你们这群阴魂不散的家伙！林宽，别来无恙啊！怎么，你们林家吃独食，连口汤都不给我们留吗？哼，这云雾果乃是无主之物，我们林家先到，自然就是我们林家的。林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上次在清月镇访视被我一招击败，这么快就忘了疼了？风儿，退下！赵天雄，看来你们赵家是铁了心要跟我林家作对了。作对？你们林家对付那头巨猴消耗不小吧？就凭你们现在这副模样，还想跟我们争云雾果？痴人说梦！他们苦战损耗惨重，战力大减，根本无力抗衡赵家。这清月镇的2大家族，果真如传闻那般积怨已久。陈道友，这赵家也是清月镇的大家族，实力与林家伯仲之交，2家为争夺镇上资源，向来水火不容。没想到他们也盯上了云雾果，尾随林家而来，想坐收渔利当黄雀。谁是黄雀，尚且言之过早。赵天雄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退不退？退！给我上！杀了林家这群废物，云雾果就是我们的了！老子跟他们拼了！修仙界的残酷淋漓尽致。陈道友，我们怎么办？嘘。我们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？你在这里等我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声，不要暴露位置。你要一个人去？嗯。必须加快速度，神识消耗过半，时间不多了。一生颠沛，从未见过如此痞相的天才地宝，太安静了，安静得太过反常。这妖兽气息微弱，危险感却远超巨猿，极其诡异。云纹血蟒，罕见冰属性顶级妖兽，擅长隐匿偷袭，剧毒霸道无比。筑基修者被咬，亦会顷刻冻成冰雕，生机尽断。好险！方才贸然上前，已然殒命。硬拼不敌，动静过大，只会为人作嫁衣。唯一机会，趁其沉睡，偷取果实。寡香愈发浓郁，心神极易受扰，必须坚守灵台。不好！好强的力量，这绝非普通炼气初期妖兽。这毒液沾之即死，绝不能触碰。畜生，找死！缠绕术。速度、力量、天赋、术法全无短板，果然是顶级妖兽。动静将引来外人，必须速战速决。
好在神通奏效，侥幸取胜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的气息竟然在飞速恢复，甚至更强。难道我的雷法误打误撞帮他完成了进化变异？完了！这威压远超筑基长老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原来是冰雷双属性变异蟒，我的雷法激活了他的雷电血脉，同源雷息，让他对我本能亲近，造化弄人。得此助力是大机缘，可无御兽之法，是福是祸难料。体型如此巨大，根本无法带粗，极易引来各方觊觎，祸端无穷。还能变回去？这下算是彻底赖上我了。战事将息，外人将至，必须立刻离开。好东西，此行机缘匪浅，收获巨大。山谷深处发生变故了，好恐怖的威压，令人神魂颤抖。这绝非炼气期妖兽的气息，陈道友莫非遭遇强敌？每一秒都是煎熬。陈道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是云雾果。两家家主已赶去凹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们先离开这里。陈道友，我们回去吧。大小姐，陈老先生，你们回来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准任何人靠近小楼。是，大小姐。陈道友，这是你的报酬。多谢陈道友，此番恩情，云微铭记于心。各取所需罢了。我即刻闭关炼化灵果，道友可随意差遣下人。无妨。无御兽契约，无心神联系，无法指挥灵蟒。唯有缔结契约，方能彻底安心掌控此灵兽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提升自身实力。云雾果难破中期瓶颈，先生功法，炼化效率方能大增。药力已然尽数吸收。此番寿元增益，终究是为功法进阶铺路。升级消耗再度翻倍，恰和2枚丹药所得寿元是。功法真谛尽数融会贯通，功法升级完成。身体状态竟比当初离开青山镇还要好上几分，寿元依旧只剩200多天，治标不治本。第1阶上品功法，吸纳灵气速度直接翻倍，果然不凡。助此循环运转，力已经快要摸到炼气6层门槛。我资质平庸都有此效，天才修士凭此足以尝试筑基，不曾想我此生也能有机会触摸筑基门槛。
升级天阶下品竟要12年寿元，现阶段根本承担不起。这功法竟还附带一套法器炼制方法，单针可偷袭，成套不锁杀阵，法力不绝便能持续磨杀敌人。极品法器，金丹之下顶尖宝物，炼制成功我实力大增。这些材料我连听都没听过，价值难以估量。以我如今身家，根本买不起任何一种。短期内不用妄想，循序渐进，先提升修为，机缘到自然能集齐材料。能量如此磅礴，还要提前升级了功法，不然尽数浪费。半日破入6层，药力仍旧充沛无尽。终于突破，迈入炼气后期，再也不会被青木雷法抽空修为。小家伙竟也感知到我修为精进，颇为通人性。以后就叫你小雪吧，好不好？此兽灵性远超寻常妖兽，半月之内需赶赴黑石城，拿下长生果。陈老先生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钱老板，何事如此匆忙？陈老先生，大小姐命我告知，商队明日一早启程前往云阳城。知道了，明日为您备好全新马车，更宽敞舒适。有劳了。修行之路，分秒不可荒废。陈道友，在下可否进来一叙？苏小姐，请进。打扰道友清修了。她竟也突破后期，绝非炼气7层水准，天资绝顶，心思缜密，此女绝非寻常之辈。此番突破，多谢道友附助。云为直言说事，道友可知云阳城苏家？原来小姐是苏家嫡女，老朽失敬。此前遭遇的袭击，并非偶然，却是另有蹊跷。匪徒目标自始至终都是她。黑风寨极少行走古道，此次出现太过巧合。这些细节我早已从护卫闲谈中得知。商队路线临时确定，外人绝无提前知晓的可能。这么说来，是苏小姐家族内部的人勾结了黑风寨。果然聪慧，一眼便看透所有根源。家父为凝结金丹，常年闭关，族中事务由叔伯暂代。我成年后全权执掌玄技商行，撑起家族半数收益。他手握家族肥肉，一旦出事，商行便会被旁人瓜分。看来苏小姐的日子过得并不太平。让导友见笑了。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，家族之内有时比外面更加凶险。她绝非单纯诉苦，定是有事相求。陈道友，我想请你再帮我一次。苏小姐但说无妨，老朽怕麻烦，太过凶险之事恕难帮忙。我想请道友陪我参加一场家族试炼。家族试炼？不错，试炼地点在我苏家云阳秘境。云阳秘境？我从未听闻此名。秘境由仙族改造，盛产珍稀灵草妖兽，是炼气七宝地。既然是试炼，想必不止采药这般简单。
秘境内有36枚云阳令，持令最多者为胜。优胜者有什么好处？优胜者可获15年家族产业优先选择权。这是一场决定苏家卫资源归属的内斗，嫡系皆可参赛，且可邀请1名外姓客卿协助。老朽寿元无多，修为低微，不想再卷入纷争。无足够诚意，无法打动此人。此物古朴不凡，绝对是罕见至宝。只是一张残缺丹方，残缺丹方价值极低，近乎废纸。长春丹，此丹有何功效？增寿5载。炼气期丹药竟能增寿5年。长春丹是炼气期顶级延寿丹药，5年药力已是炼气修士承受极限。完整丹方堪称至宝，残缺丹方毫无用处。此丹方确实诱人，可惜恕老朽不能接受。陈道友可是觉得这报酬分量不够？一张残方对老朽而言与废纸无异，以大小姐身份尚且无果，寻常人更难寻觅。待老朽寻到残方，怕是早已身死道消。他所言皆是事实，残方本就是鸡肋筹码。若是我有另一半丹方的线索呢？哦，苏小姐请讲。黑石城黑市曾出现过同款残方。黑市是清玄国最大地下交易场所，去年长生果现世，引得多方势力惨烈争抢。此地正是我要前往的黑石城。残方是我目前唯一的延寿机缘线索。商队5日可达云阳城，试炼后仍有余时赶赴黑石城，时间完全充裕，值得一试。此次试炼有多少人参加？你主要对手是谁？本次共12人参赛，多为炼气7至8层，唯一9层修士是我堂兄苏锦。苏锦天赋极高，霸道强势，古道伏击大概率是他所为。诸位对手氪金皆是老手，我实战欠缺，唯有依仗道友。苏小姐，恕我直言，对上苏锦他们，胜算不足1成。我早知实力悬殊，可依旧心有不甘。苦心经营的商行，绝不能拱手让人。陈道友，风险高，不代表不能做。我说的不够，是你给的价钱还不够。那陈道友想要什么？但说无妨。全是珍稀木灵材，竟是极品法器炼制配方。陈道友，你这是？老朽需要这些东西炼制一件傍身的法器，唯有炼成青木飞针，方能秘境虎口夺食。陈道友，你这个要求可不简单。若是简单，老朽自己就去办了，何必麻烦苏小姐？集齐清单材料，再加半张丹方，我便陪你入秘境。天价灵材虽贵，比起商行基业不值一提。成交，3日之内，我必集齐所有材料。苏小姐果然有魄力，老夫定当全力以赴。有陈平小助，试炼尚有一线生机。此处是家，亦是厮杀战场。顶级修仙巨城，果然气象不凡。大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福伯，我爹他还在闭关吗？家主已闭关3年，至今毫无动静。啊，大小姐怎会带回一位陌生老者？福伯，这位是陈道友，我请来的客人，安排最清静的院落，无我吩咐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哟，这不是云薇堂妹吗？
总算舍得回来了。苏灿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别院是苏家产业，我来逛逛有何问题？堂妹请来的帮手，年纪未免太大了些，世道骗子众多，专骗你这般涉世未深的小姑娘。苏灿，我的事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我是为你好，别找阿猫阿狗凑数，丢苏家颜面。放弃试炼，交出商行，我哥让你继续经营。你做梦！那就是没得谈了。老先生，苏家水很深，不是谁都能趟的。苏小姐，你的麻烦比我想象中更大。让陈道友见笑了。无妨。看似嚣张，实则步步算计。苏家子弟皆不简单。此处最为清静，饮食专人送达，有事可唤传音符。夜色刚至，杀手便已上门，动作挺快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你没中毒？青木万化绝护体，此等清浅迷烟，与空气无异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哼，想死，在老夫面前，生死由不得你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是灿公子，他让我试探你，若是寻常老者，便顺手斩杀。白日挑衅只是开胃菜，此人果然心存忌惮。道友，对敌仁慈，便是对自己残忍。静待材料集齐，筹备炼器事宜。陈道友，是我。苏小姐，请进。陈道友，清单上的材料都在这里了，你查验一番。苏小姐有心了。我这次可是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你身上了。你放心，老夫收你厚报，定然不会让你失望。我需要一间安静、地火品质极高的炼器室。我早已备好，是家父早年所用的地脉火炼器密室。这里是我父亲当年最常用的炼器室，此地有阵法守护，筑基修士也无法探查分毫。地火精纯，器具上乘，成功率可增1成。我出关前勿让任何人前来打扰。放心，道友出关前，我常驻此地守着。前路唯靠苦修炼器，方能博一线长生纪元。
极品法器，青木飞针，忠诚。大哥，看来云薇堂妹今天要一个人进去了。大哥今日似乎有些不同，他请来的老骗子，怕是早拿着材料逃之夭夭了。识人不清，还想执掌商行，真是可笑。这客卿怕真是骗子，大小姐这次要栽了。23日，我信他绝不会失约。都这时辰了，你的客卿怎么还没来？2万灵石的天材地宝，怕是被他尽数贪摸跑路了。我的事不劳你费心。秘境妖兽横行，你孤身进去，别死在里面还要人收尸。时辰已到，所有试炼子弟准备入秘境。云薇，你的客卿为何未到？回长老，我的客卿尚在闭关，或许稍晚抵达。石门仅开启1炷香，过时不候，这是规矩。无客卿相伴，要么放弃撤炼，要么独身入秘境。我绝不放弃试炼。抱歉，老朽来晚了。他来了，他终究没有失约。路上耽搁了，没误了时辰吧？没有，刚刚好。哼，大哥，你看这老头，谱摆的还挺大。闭嘴！气息衰败，却暗藏莫测实力，此人绝不简单。咦，罗毅，苏家演武场还请守规矩。长老见谅，我只想看此人有何不法。人已到齐，即刻准备进入秘境。秘境共36枚云阳令，7日闭境，令多者优胜。诸位客卿，秘境之内，生死自负。有陈道友在，我无需担忧。秘境之门已开，速速进入。陈道友，我们走。这里就是云阳秘境，灵气远超外界3成，遍地天材地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前几日众人只会争抢常规区域令牌，令牌集齐后，只能从他人手中抢夺。我们先去断魂谷，此地险僻，无人抢先数足。我无碍，区草木瘴气，不足为惧。就是这里了。小心，里面恐有妖兽盘踞。飞水玄蛇。炼气后期妖兽竟被一击秒杀。苏小姐，接下来去哪儿？根据地图标注，距离此地30里外的废弃矿洞有一枚云阳令，那里地形复杂，但没有强大妖兽盘踞，我们可以先去那里。
秘境中所有的云阳令都被人找到了，轻松寻宝结束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狩猎。云薇堂妹，别来无恙啊！堂妹运气不错，竟拿到3枚令牌。多说无谓，想要令牌便动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是堂妹爽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周兄，这老头交给你，速战速决。好嘞！行将就木的老头也敢托大找死！中品法器巨斧竟被一根飞针挡住。练气8丛好手，竟数息落败。停！我认输，令牌给你们。6枚令牌，胜算又多1分。中品法器可换不少灵石。老朽行动不便，便在此地等猎物上门，有点意思。苏锦他们的令牌最多，如今正朝我们赶来。最后的决战要来了。越来越近了，他们来了。怎么不是苏锦？云薇堂妹，真没想到竟然会是你。20枚令牌，堂妹运气倒是不错。交出令牌，我放你们安然离去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方先生，杀了那个老头。是，参公子。好快的速度！有点意思。不过如此。你修炼过神师秘术？花里胡哨。结束了。我赢了，再等片刻便能稳坐商行掌舵人之位。陈道友，这次真的多谢你了。拿钱办事而已。苏锦、罗毅全程未现身，太过诡异。二人不夺令牌，参与试炼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无需深究，只求安稳收官，
拿钱走人。也许是我想多了。他们来了。是苏锦他们吗？他们眼中并无夺牌之意，目的绝非试炼。为何会是这般诡异局面？看来这次试炼的优胜者，非堂妹莫属了。苏锦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堂妹似乎对我有所误会，我对家族产业毫无兴趣。那堂兄来此，所谓何事？只是希望二位行个方便，离开这里。离开这里？青阳门百年布局，成败在此一宝，此二人不能活着离开。苏锦，你疯了！竟敢勾结外人，图谋家族秘境！你要做苏家的罪人吗？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不止苏家内斗，竟牵扯宗门，这潭水太深。云薇堂妹，正是那联姻之人。哦，什么联姻？既然罗兄想要灭口，那就请便吧。在下自会管好堂妹。囚龙网。苏锦，你这个叛徒！你马上会死！老家伙，轮到你了，准备上路吗？今时不同往日，我早已脱胎换骨。哼。确实有些门道，能死在我的荆棘齿下，也算你的荣幸。万木缠身，有点意思。我看你能打到几时？秘术百木穿心，此术借天地草木之力，防不胜防，看你如何化解。起！土墙术。基础法术竟有这般防御力，他的法力比我更精纯。我修地阶中品功法，一个散修怎会压过我？地刺术，他到底是什么修为？基础法术竟如此霸道！此事若传回宗门，我必会沦为笑柄。一阶极品，释压符，看你还怎么挡！不知死活！这不可能！青木锁杀阵。
我竟被一阶散修逼到这般绝境。可恶，他根本就是在戏耍我！这是你逼我的！白鬼鬼之魂！此阴邪之力可侵蚀法器灵性，不可久战。给我吞了他！寻常手段无用，唯神通可破邪祟，东道合一。那是什么？雷法神通！不可能！不成功，变成人！去！阵法与雷法联动，法力已然耗尽。局势未知，必须尽快恢复战力。苦战半日，战利品绝不能舍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这里是整座秘境大阵的阵弦。苏姐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这是在毁掉我苏家的根基。根基？云为堂妹，你错了。我苏家的根基，乃是上古青云宗的传承。这云阳秘境，本就是为了开启传承而存在的。我们回来了。师叔，这一局你又输了。你今日来此，想必不是为了和老夫攀亲叙旧的吧？我青阳门与云阳城苏家皆是上古青云宗的分支。师叔，我找到了青云宗真正的传承之地。什么？师叔，我找到了青云宗真正的传承之地。什么？但想要开启传承之地，必须血祭整座云阳城的生灵。荒唐！李玄风，你莫不是修炼修到走火入魔了？血祭满城生灵，此等灭绝人性的魔道行径，你也敢说出口？我上古青云宗虽行事霸道，算不上什么名门正派，但也绝非魔道。我不信宗门的传承需要用此等有伤天和之法才能开启。师叔，稍安勿躁，传承之地的开启方法早已失传。此血祭之法，是我这些年搜集到的唯一可以在短时间内强行开启大阵的方法。此事绝无可能，我苏家绝做不出此等魔道之事。师叔，你着相了。修仙之路本就逆天而行，何来正魔之分？
若是无法寻得大道长生，我等皆是蝼蚁罢了。师叔，你我二人都已卡在金丹圆满之境超过200年，寿元所剩无几。倘若在100年之内再找不到结婴之法，你我必将作化。届时，你苏家，我青阳门，在失去我等庇护后，还能在这残酷的修仙界中延续多久？师叔，你我都清楚，如今的修仙界灵气日益稀薄，想要突破元婴难如登天。但只要我们能进入青云宗留下的传承之地，其中必然有完整的结婴之法，甚至还可能有各个境界的天阶功法。届时，你我不仅能双双突破元婴期，寿元大增，更能以此为基，重建青云宗，重现上古荣光。师叔若是不放心，我青阳门可以拿出最大的诚意。事成之后，你我两家将不分彼此，彻底合并，共建青云宗。我青阳门的少主可与你苏家的大小姐联姻，待青云宗重建后，宗主之位将由他们的子嗣来担任。此事由你青阳门出面执行，我会让家族之人从旁协助。各位，稍安勿躁。家主有令，所有苏家子弟立刻前往家族议事大殿，不得有误。至于各位客卿，就待在此处，静候安排吧。云薇堂妹，家主正在灵堂等你。灵堂，又是关乎我命运的抉择。那陈道友，堂妹放心，家族自会将他们安排妥当。时间紧迫，家主一会儿还有要事处理，云薇堂妹还是尽快前往灵堂为好。陈道友，这是答应你的报酬，你放心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会让父亲保下你的。妈的，这苏家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情况不对，苏家恐怕是要对我们动手。我们被当成弃子了，我们都是苏家的牺牲品。诸位，坐以待毙，绝非良策。我等皆是炼气后期修士，联起手来，就算是面对筑基修士，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。好，我听道友的。父亲，云薇，你来了。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天上那座大阵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外面之事稍后再说。今日叫你来，是为另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此件事了，我苏家将与青阳门合并，重建青云宗，而你将代表苏家与青阳门联姻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苏家的大小姐，你的天赋是年轻一辈女弟子中最好的。青阳门少主李浩洋更是极品灵根，天赋上佳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你们的子嗣将会是青云宗未来的宗主，这是老祖与青阳门的太上长老亲自定下的。所以，我就要为家族牺牲，成为联姻的工具。如果母亲还在，她会同意你这么做吗？你娘去世前，我曾答应过她，不会过多干涉你的人生，也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愿做的事情。老祖的决定，我无法违背家族的利益，我也必须顾全。但我答应过你娘的事，也一定会做到。所以，你有2个选择：选她，你便是为家族牺牲；作为补偿，家族宝库内的所有资源任你取用。那李浩洋我也调查过，品性不差，天赋绝伦，你嫁过去不会受委屈。你娘曾是隐月宗的弟子，这吊坠是你娘留下的信物，凭此物你可以去隐月宗。若是选她，我会安排好一切，送你离开云阳城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隐月宗的人，与这里的一切再无瓜葛。云薇堂妹，之前黑风寨之事，你可莫要怪我。果然是你干的！若不是有家族的默许，像黑霄这种货色，是到不了你面前。
妈的，老子的法力快见底了！闭嘴，省点力气。我的回气丹快用完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这大阵的威力还在不断增强，我们撑不了多久的。道友，你不是说联手就有生机吗？现在怎么办？慌乱没有任何意义，只是加速法力消耗罢了。只要大家还活着，就有出去的希望。都跟紧了！必须尽快离开此地，众人撑不住太久。那是什么？原来血迹满城，是为开启此门户。机缘虽大，绝非我能觊觎，逃生为上。他们都进去了。你真以为他们会这么轻易的放我们离开？这是云纹血蟒，竟然是顶级妖兽云纹血蟒！不是云纹血蟒，是变异雷蟒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，竟然还妄想撼动此处结界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筑基出气，青阳门赵钱，你筑基成功了！这血祭大阵是你们和苏家一起搞的鬼！本来还想让你们多活一会儿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不安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提前送你们上路。你的法器和神通倒是有点意思，看来身上应该有不少秘密。青阳门的杂碎，你们就不怕遭天谴吗？血煞斩！下一个，该轮到谁了？跟他拼了！左右是个死！对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拼上一拼！哼，不知死活，那你就先去死吧！不要杀我！我投降！我什么都告诉你。投降？你们唯一的价值，就是成为大阵的养料。既然你这么怕死，那就先送你上路吧。有点意思，老家伙，就你这样还想保护别人，真是可笑。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纵使微薄，亦有生机。本想将你留到最后，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，那就成全你。
竟然挡住了！极品法器，竟然还是一整套的极品飞针法器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留下来看守大阵，果然是正确的选定。老家伙，给我死来！哼，风属术。你找死！啊！青木锁杀阵。哼，区区阵法也想困住我？给我破！引以为傲的锁杀阵，竟被一击而破。筑基修为是我无法逾越的天堑。去死吧！哼！老东西，现在只剩你一个。我不知道你为何只有炼气7层的修为，却拥有极品法器和雷法神通。可惜，跨不过筑基的门槛，终究也只是蝼蚁罢了。小雪，这是云纹雪蟒，竟然是顶级妖兽云纹雪蟒！哈哈哈哈！老家伙，你身上的宝贝还真不少，杀了你，这些就全都是我的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云纹雪蟒，是变异雷蟒。不好！畜生！真当我怕你不成？
阴元剑罡。拥有这等威势的神通，至少已经修炼到了大成境界，在筑基期修士手中施展，更是恐怖异常。去！我引以为傲神通，居然被正面击溃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眼前这头妖兽的战力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，这根本不是炼气期修士能够驾驭的灵兽。难道此人是筑基后期，甚至是筑基圆满的修士，只因寿元耗尽才跌落到了炼气期？否则，一个可以驱使筑基期灵兽，还能领悟雷法神通的天骄，怎么可能只有炼气期之修为？难道此人是筑基后期，甚至是筑基圆满的修士，只因寿元耗尽才跌落到了炼气期？否则，一个可以驱使筑基期灵兽，还能领悟雷法神通的天骄，怎么可能只有炼气期修为？现在就只有一个念头：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只要能逃回苏家，与其他几位道友会合，我就还有活路。啊！不！好在小雪的生命气息十分稳定，只是透支了太多的力量而已。这场大战总算是熬过去了。竟然击杀了赵钱，阁下究竟是谁？又一个筑基期修士，这下完了。
方才惊天动静，终究引来了苏家高层。他未第一时间出手，此事尚有转机。陈道友，没想到苏家大小姐这回会折返寻我。云薇，你怎会在此处？这是回春丹，先服下稳住伤势。多谢。我说过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会让父亲保下你的。三长老，此人是我请来的客卿，我要带他离开。此事恐怕不行。此人击杀了青阳门的执事，若是就这么放他走了，我苏家不好向青阳门交代。交代？我苏家与青阳门是合作关系，不是附庸。死一个执事而已，难道青阳门还会为了他与我苏家翻脸不成？兹事体大，老夫不能让你带走他。家主令，家主令，这家主怎么会把家主令给你？三长老，我现在以家主之名命令你立刻退下，这里的事情到此为止。谨遵家主令。陈道友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先送你出城。麻烦苏小姐了。此番变故虽非我所愿，连累道友了。各取所需罢了，苏小姐不必介怀。他越是豁达通透，我心中的愧疚便越是沉重。陈道友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寻延寿之物，此事因我而起，却让道友险些殒命，这算是我个人给你的一点补偿。此物名为长生果，是我特意向父亲求来的。长生果，这便是我醉不出前往黑石城的目的。服下此果，可直接增寿10年。多谢苏小姐，保重。隐月宗。逃出云养城后，一路奔袭数十里，法力彻底耗尽，方才寻得此处安身。血迹阵中强行硬撑，持续透支法力，经脉损伤惨重，寿元将近，衰老之躯一旦透支法力，便会加速生机消散。原200余天寿元，如今仅剩96天。再拖延片刻，无需敌人出手，我便会生机耗尽而亡。无寿元支撑，生机衰败，连恢复法力都极为困难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可当下状态根本无法远行。当下唯有炼化长生果，方能续命疗伤，重塑生机。生机重焕，经脉双伤正在快速愈合。长生果增寿10年，伤势尽数修复，生机彻底稳固。再觅2年寿元，便可晋升天阶功法，届时方能实现真正质变。此战九死一生，所幸收获颇丰，不虚此行。宗门天骄，身家果然远超寻常修士。百鬼噬魂需生魂祭炼，邪意凶险，强行修炼必遭反噬，绝不可碰。筑基修士储物戒指竟如此空旷贫瘠，青木飞针攻防相悖，未能更胜上品法器，竟是人阶上品筑基功法金刃诀，意外之喜。此金光刃威力绝伦，远超寻常炼器法术。当下虽无用，可留待筑基修行，亦可应急变脉换灵石。最可惜未能得到金元剑罡，
此术威势冠绝我所见一切神通，可惜宗门秘术凭贡献兑换，终究是散修难以企及的壁垒。血祭大阵即将落幕，风波未平，此地不宜久留。灵舟速度极快，一日跨越数百里。炼气修为催动，必就吃力。周遭无异常，可安心调息休整。低调入城，不引旁人注意。怎么回事？今天盘查怎么这么严？你还不知道，出大事了！什么大事？数百里外的云阳城被血色大阵笼罩，全城血祭。什么血祭？苏家明明有金丹修士坐镇，传闻是魔道老祖出手，整座城池被尽数炼化。原来消息已然传开，难怪黑石城戒备森严。城内人心浮动，局势动荡。拍卖会结束，需即刻远行。此刻先寻延寿丹药，再谈拍卖会。这已是第7家丹药铺，依旧一无所获。道友，实在抱歉，增寿丹药太过稀小，小店确实没有。那掌柜可知，这黑石城中何处能寻到此类丹药？道友若是真想寻增寿之物，倒是可以去一个地方碰碰运气。哦，还请掌柜赐教。黑石拍卖场，每年黑石拍卖会前1周，1楼会开辟临时自由交易场所，那里鱼龙混杂，奇物众多，或能遇到修士以增寿丹药换物。今日正是吉时首日，机缘正好。多谢掌柜指点。看似无人值守，实则监控密布，守备远超寻常宗门据点。铁背苍狼全套材料，换取中品攻击法器。3张1阶极品金刚符，只换炼丹材料，传信详谈。不愧清玄境内最大地下交易场，藏污纳斗，尽显修仙残酷。这位道友，老朽想打听一下关于这次黑市拍卖会的情况。前辈想知道什么？老朽想知道这次拍卖会开启的具体时间，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规矩？拍卖会7日后正午开启，炼气筑基修士分区参会，100块下品灵石可办入场凭证，提供拍品可免费用。老朽正好一些东西想委托贵场拍卖，请进。请进。让前辈久等了，在下刘执事，不知前辈想拍卖何物？寿元将近的老朽竟能拿出完整的神通巨简，倒是看走眼了。百鬼噬魂，此神通威力虽强，但修炼需祭炼生魂，是鬼道邪术。清玄国境国道修士本就稀少，参会者更是寥寥，此术大概率会流拍。此物与我无用，正道渠道无法脱手，黑市已是唯一去路。刘理事只管估价便是。此神通虽偏门，但威力不俗。本场给出3000下品灵石底价，抽取1成佣金，前辈意下如何？可以。这是前辈的入场凭证，还请收好。令牌可通行2楼会场，面具可隔绝神识，更改自身气息。来此地修士多有顾忌，此面具正好方便前辈隐匿身形。面罩离开拍卖场范围，便会自动失效。不知此次拍卖会可有增寿丹药或天材地宝出现？最终拍品清单无法提前确定，后续数日
仍有修士陆续登记拍品。此次停办封城，几大家族都会拿出压箱底宝物参会。你寻寿元之物，此番可谓千载难逢。延寿宝物概率大增，却是绝佳机缘。但豪门进出，此竞争势必无比残酷。多谢执事相告，前辈慢走。此伪装法器果然神妙，可完美隐匿自身。黑市物资繁杂，外界罕物，此处随处可见。道友，你这块流火石怎么卖？不卖灵石，只换一瓶清心丹。清心丹是2品丹药，流火石石不值此价，你未免太过苛刻。各位道友，本人急需上品攻击法器1枚，愿以2枚续命丹等价交换，有意者传音洽谈。我没听错吧？2枚续命丹想换上品法器？续命丹虽珍贵，但上品攻击法器价值远超丹药，完全不值。这小子怕是想灵石想疯了。市价800至1500灵石，上品攻击法器至少6000起步，交易确实极不划算。续命丹只能苟延残喘，上品法器才是修仙保命的根本。不如换功法，还能博取筑基机缘，远比续命划算。你条件太离谱，我出600灵石，收你1枚丹药。你想用丹药换上品攻击类法器？正是，前辈可是有合适的法器？2枚续命丹还不够。晚辈知道条件离谱，可晚辈实在没有其他东西了。你不似寻常散修，出身必然不传，想交易便拿出诚意。前辈慧眼，晚辈确实是宗门出身。前辈，晚辈是丹灵门弟子。丹灵门早已被灭门，你为何还在世？宗门确实没了，晚辈年幼，承蒙长辈庇护，侥幸存活。情绪真界应当是真的幸存者，此番交易可另作谋划。你既是丹灵门弟子，炼丹术必然颇有高长，老朽亦懂炼丹，素来神往丹灵门炼丹之术。2枚续命丹，外加1份丹灵门炼丹心得，我便与你交易。得此心得，可助我跻身真正炼丹师之列，稳赚不亏。前辈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前辈，请稍等。前辈请看，这便是丹灵门的炼丹心得，含宗门手法与前辈经验。内容详实，涵盖炼丹全流程，极为珍贵。得此心得，日后筑基丹药亦可自行炼制。不错，确实是丹灵门的炼丹心得。那不知前辈……这是上品法器赤金轮，交易已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你尽快离开。身负血海深仇，行事却依旧稚嫩，复仇之路何其漫长。世事与我无关，既来一趟，不妨尽数逛完，寻觅机缘。专门售卖丹方的摊位倒是少见。正是我寻觅已久的另一版长春丹残方。老板，这张丹方怎么卖？300下品灵石，不信价。残缺过半也敢卖300，完整丹方也不过此价。哼，我卖的不是丹方，
是机缘。老板，开个价吧。道友好眼力，这是2品长春丹残方压箱底宝贝，1000下品灵石，同狗不欺。太贵了，老朽身上没有那么多灵石，灵石没有，但老朽手中有一些妖兽材料，或许可以抵价。哦，拿来看看。这些还不够，再加上这个，成交。特制兽皮材质与玉简同理，专为留存古老丹方所制，主要需千年常春藤，辅种品类繁多，炼制门槛极高，仅药材成本便超4000灵石，单枚丹药成本过千，增寿丹药果然非寻常修士所能承担，极尽奢侈。辅药已齐备，千年常春藤只能寄往后续拍卖会。如今物资清零，只剩灵石，刚好安心闭关修行。前辈，可是要租赁修炼室？这里可有不会被打扰的修炼室？前辈放心，本店修炼室自带防护阵法，隔绝内外，隐私绝佳。价格呢？每日20下品灵石，每往上一层加10块。价格虽不廉言，但足够安全，适配功法升阶需求。给我一间4层的修炼室，租7天。前辈，请随我来。这间修炼室您可还满意？此前已经服用2枚续命丹，应当还可再炼化1枚。2枚丹药增寿5年有余，如今寿元超15年，如今放手一搏，是我唯一出路。是。这便是天阶功法的逆天力量。此功法暗藏特殊效果，如今尚且未曾生效。5倍回蓝，自带生机疗伤，堪称逆天。
永久被动加持，我的法力续航几乎永不枯竭，持久战敌，大部分伤势皆可自行疗愈。筑基秘术，突破秘术最为稀有，无价无市，可遇不可求。无丹一颗50%筑基成功率，破我散书绝境。散修筑基历来难如登天，筑基丹被权贵垄断，散修根本无门求取。如今得天阶机缘，绝境变通途，这就是天阶功法。下品12载，中龄24载，代价翻倍。上品需48年寿元，我根本无力承担。拍卖会不足7日，必须抓紧一切时间精神修为。2品炼气丹药力精纯，正是我当下所需。此丹本是罗毅所有，如今恰好助我修行。炼气9层成了，仅仅7日，便从炼气8层突破至9层。天阶功法果然恐怖，丹田彻底充盈，再无法吸纳半分法力。这便是炼气期最后一道瓶颈。闭关苦修数月，可有70%把握自行破境。苦修耗时太久，得不偿失，一枚破境丹便可顷刻圆满。时间不等人，必须设法寻得破境丹。黑石拍卖会开启，但愿能有所收获。听说了吗？云东城上空的血迹大阵昨夜终于消失了。消失了？那城里的人呢？还能怎么样？整座云东城成了空城，别说活人，连个鬼影都找不到。云阳城空知，苏家定然转移嫡系入青阳门避祸。上古传承凶险莫测，那些修士大概率尽损落其中。乱世纷争与我无关，当下唯一要事便是把握拍卖会机缘。我有物品需要估价备案。道友请随我来，请。在下鉴定师孙某，不知道有欲估价和宝物。上品精折尺，材质、工艺皆为同阶精品。本场作价5000下品灵石。道友可还有其他物品需要估价？筑基期功法，还是人阶上品，他怎能随手拿出这等高阶宝物？高阶功法尽归宗门世家，极少流入市面。宗门执事筑基，亦难习得此等功法。此功法完整无缺，附带光刃法术，于人阶上品中位列中等。光刃威力极强，竟只是人阶上品中等，无需纠结品级，先核定价格即可。孙道友，直接估价吧。同为人阶上品功法，成交价跨度可达数倍。此功法本场估价15000下品灵石。功法竟如此值钱，难怪筑基赵钱这般贫穷，总身家有望超25000。本次拍卖会已有底气。此功法上拍成交价可达2万以上，
前辈可要拍卖？不必，仅摸底价值，筑基功法需自留备用。此为估价凭证，可随时在会场兑换灵石。麻烦道友了。前辈慢走。此前辈绝非寻常散修，底蕴莫测。此位视野绝佳，不易惹人注目，恰到好处。这竟是红袖姑娘亲自主持。她修炼了媚术功法。小女子红袖见过各位道友，此乃黑石城后续许久最后一场修士盛会，拍卖会正式开启。云阳浩劫现世，方知生命脆弱。此为300年成熟碧血珊瑚，可增炼气修士5年寿元。竟能增加5年寿运！开局就是顶级天才地宝，5年寿运，我还有筑基的希望。哼，偶遇至宝，自然不容错过。没想到开局第一件，便是我此行目标。这株碧血珊瑚，我必须拿下。碧血珊瑚起拍价1000下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0灵石。现在竞拍开始。1100、1200、1500， 1800灵石，此物老夫要了，各位道友给个薄面。哼，2000灵石。2100灵石，2200。2200灵石一次，2200灵石2次，2500灵石。溢价过高，不值当，无需应承。2500灵石，还有更高价的道友吗？2500灵石第一次，2500灵石第二次，2500灵石第三次，成交。接下来这件拍品较为特殊。此物对冰属性灵兽大有注意。冰属性灵兽密叶，小雪变异雷蟒，本源仍是云纹雪蟒，兵力凶厚。它沉睡10日，气息衰败，需外物相助。此寒叶或许能助它恢复。它曾救我性命，此番花费值得，更可添一张保命地牌。此瓶寒叶起拍价200下品灵石。每次加价不低于20灵石，220灵石，240灵石，400灵石，400灵石2次，错过再无灵兽突破奇物。500灵石。这位道友出价500灵石，还有更高价的道友吗？前辈，此为您拍下的寒叶。共计500下品灵石，我有寄存拍品，可否先行抵扣？可抵扣，不得超底价。流拍需3日结清欠款。有劳了。各位道友，3楼筑基前辈将一同参与本次竞拍。筑基前竟提前参与竞拍，往年仅压轴宝物才引筑基前辈，今年竟提前了。
各位前辈，已然等候多时了。本次联合会场共5件拍品，第1件即刻呈上。红袖丫头，莫要卖关子，速速开盒。是，王前辈。此物名为赤阳金，乃地火孕育的天才地宝，可大幅提升火属性法器威能，附带离火特性。竟然是赤阳金，火山地火常年煅烧而成，乃是极品法器核心料。此次拍卖会果然下了血本。赤阳金底价1500灵石，加价不低于100，竞拍开始。2500灵石，无妨，后续拍品更值得期待。赤阳金为顶级炼器材料，此物便是顶级炼丹灵药。常春藤，真的是千年常春藤。原本只是碰碰运气，竟真的得遇此物。此为千年常春藤，药性温和，生机磅礴，是增寿丹药绝佳主药。千年良药，传闻药效神妙无比。常春藤底价1500灵石，加价不低于100，竞拍开始。2500灵石2600灵石，2700灵石，3000灵石，3200灵石。这位道友出价3200灵石，还有更高价的道友吗？道友好佛力，此藤让与道友，3200灵石3次，成交。竟然集齐了所有常春丹材料，看来我的气运并未那般糟糕。前辈，常春藤共计3200下品灵石，将此物兑换为灵石抵扣。接下来的拍品，乃是一门神通。神通拍卖7年未见，竟不是压轴。红袖姑娘，你没开玩笑吧？神通也能拍卖？此等至宝怎会流落市面？若非搜魂夺讯，险些错过这门神通。各位道友稍安勿躁，小女子不敢儿戏。此神通颇为特殊，此神通名为百鬼噬魂。鬼道神通圆满可召百鬼噬魂，需生魂祭炼，仅限国道修士修行。当真绝世好东西，此物与老夫有缘。有鬼道修士争抢，此神通必然能拍出高价。百鬼噬魂底价3000灵石，加价不低于300，竞拍开始。3300灵石，你家底微薄也敢争抢？我出3600，4000，4500，5000。6000下品灵石，6300，6600，8000灵石。10000灵石。鬼道修士行事状态诡异，不可常理度之，需多加警惕。扣除抽余抵扣，到手8500，加金刃诀，共计25000灵石。成交！恭喜前辈拍得百鬼噬魂神空。接下来便是本场终极压轴，全场建场以来最珍贵至宝。莫要卖关子，速速揭开！此剑名为九子天环，乃是货真价实的极品法器。
极品法器诞生何其艰难，此剑威能远超我的青木飞针。天哪！此生竟能亲眼目睹极品法器，这威压太过恐怖，我的法器竟在自行哀鸣。青木飞针隐匿无形，此剑霸道凌人，才是真正的王者之气。九子天环子母合阵，攻防一体，威力绝伦。此剑品阶无限接近法宝层次。好剑，无需多言，速速开拍！老夫已经等不及了，即刻开始竞拍。底价2万下品灵石，加价不低于2000，竞拍开始。22000、24000、28000、4万灵石。此剑契合我们功法，李道友可否薄面相让？6万灵石，价高者得65000。我的身价在这些顶尖筑基修士面前，不过是零头罢了。8万灵石，成交。我终究低估了极品法器的价值，或许可重炼一套更强法器。此次收获颇丰，正好闭关消化。各位道友，请留步。诸位道友无缘高阶至宝，心中难免抱憾。本场拍卖会特意增设一件专属主会场的压轴拍品。还有压轴宝物，莫非是地阶功法？此物便是一枚筑基丹。2万灵石，我出2万。价格逼近极限，这场竞价太过刻意，处处反常。顶尖炼器修士扎堆现世，定然提前得知消息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极品法器足以完美收官，增设筑基丹纯属多此一举。3万灵石，价格已然离谱，彻底没必要参与。4万。成交，恭喜这位道友拍得筑基丹。诸位道友不必气馁，机缘不止一处。果然有问题，这只是布局的开始。城主府感念修士不易，特设另一个获取筑基丹的机会。炼气圆满修士3日内可前往城主府了解详情。另有一则重要消息通告诸位：3日后护城大阵全开，城饬封禁，外来道友务必3日内离城。本次黑市拍卖会到此结束。此事古怪重重，先突破修为，再探城主府虚实。寿元大增，压力大减，后续还可炼制长春丹，升级功法。稳住要力，持续冲击炼器后期瓶颈。炼气10层，大圆满，这便是炼气期的顶点。修为虽满，根基虚浮，3月方可彻底稳固。我仅有1次筑基机会，绝不能失败。拿下筑基丹，此次筑基方能放手一搏。
小家伙，醒醒！无法吸收寒液，只能日后另寻方法。闭关已毕，前往城主府，一探筑基丹机缘究竟。探索上古秘境，带回宝物或影像，即可换取筑基丹。往届弟子尽数失踪。此次20余人同行，风险可控。多人同行，任务简单，无致命隐患，自保足矣。为9成8筑基成功率，值得一搏。生生不息特性加持，续航无忧，正好借机参悟炼丹心得。秘境究竟藏着什么？为何探路修士无一生还？典籍谨记秘境有异宝，可称霸北域，仅限炼器修士进入。开设拍卖场，便是为招揽修士，为我等探路。百年近百修士前往，竟无半分消息，太过诡异。聚众修士一同入秘境，纵使取不到异宝，必能传出消息。青阳门封山，若青云宗传承归来，我等处境堪忧。趁其未闻抢占异宝，我等仍有转机。哼，青云宗。半月可抵抵极北，距集合尚有1月，时间充足。正好趁此间隙，在极北城炼成长春丹。正统炼丹耗时太久，我无多余时间循序渐进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百年冰晶草，冰系炼丹绝佳主材，高价收妖兽材料，童叟无欺。2品长春丹对环境要求极高，需地火、净室缺一不可。店家，城中可有提供地火的修炼室出租？啊，前辈是外地来的吧？北城最有名的当城地火冰窟，冰火平衡，最适合炼丹炼器。在何处？城北主路直走，黑色火山岩石建筑便是。天字号1日50灵石，常年被大师包揽，前辈只能选地玄字号。长春丹炼制至关重要，优先选择高阶净室。前辈，可是要租用修炼室？天字号可还有空？抱歉，前辈，天字号已预定至半年之后。那就地字号，租15天。前辈来得巧，地字号刚好剩最后一间。前辈，请随我来，地火强度可自行调节，有事可通过传信枝联系我们。场地条件绝佳，无阵法瑕疵，可安心炼丹。材料仅够1次炼制，绝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所有步骤熟记于心，可正式开炉炼丹。
成败在此一举。长春丹炼制正式开始。不对，方法不对，不能继续蛮干。生机，对了，是生机牵引法，木属性天阶功法正好适配此法。有戏，此法果然可行。丹药雏形已成，最后收丹，不可松懈。可惜经验欠缺，仅练出2枚，略有缺憾。18年寿元，我终于从死亡边缘爬了回来。18年寿元依旧不足以升级功法，若得筑基丹，无需升级功法，优先保命。秘境凶险未知，多一分实力，多一分生机。是。武术雷法奥义，技术融会贯通。这就是小层境界的异木雷法，威力暴涨10倍不止，差距天壤之别，仅能凝聚、射出、微调轨迹，无法随心变形。由此雷法，秘境之行多了几分胜算。10年。小乘雷法足以应对炼气期所有危机，遇险境再升级，留有余地，更为稳妥。寒夜无用，或许雷力可以滋养于它。它本因异木雷变异，雷力定然适配。难道还是无效？果然有用。已然饱和，无需再度雷力。已然苏醒，只是身子依旧虚弱。寒夜奇效显现，他要进阶了。此寒夜可加速灵兽成长，助力突破境界。冰火雷力失衡，故而常年休眠。不知此番进阶会生出何等新变化。筑基之后，便拜师御兽宗门，精进灵兽学识。状态已然万全，静待上古秘境之行。
炼气圆满23人，宗门9人，散修14人。就连宗门弟子也难以轻易获取筑基丹。让各位道友久等了。红袖姑娘客气了，我等也是刚到。此次任务前往极北之地上古秘境，秘境所得宝物可回黑石城兑换筑基丹。既然人已到齐，我们便出发吧。宗门修士庇护太久，生死历练太少，秘境凶险绝非儿戏。各位，我们到了。秘境的入口就在前方那座冰谷之中。这里就是秘境的入口。不错，此漩涡含上古禁制，仅炼气修士可安然通过。筑基期修士入内，即刻引动禁制绞杀。秘境情况未知，入内之后一切靠自身，务必谨慎。红袖道友放心，我等不会拿性命开玩笑。这感觉无比熟悉，怎么回事？这里是清河镇，我的旧屋。我不是应该在极北秘境踏入那冰蓝漩涡吗？原来皆是虚妄，只剩大梦初醒。天阶功法圆满修为尽数消失，不可能！我的系统消失了。难道之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，是将死之人弥留之际的不甘幻想？我本就是青石镇等死的老头，从未变过。原来什么都没有改变。陈爷爷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死不了。陈爷爷，你又说胡话了，你可是仙师，哪那么容易死？味道粘稠怪异，暗藏腥气，绝非寻常米粥。不是错觉，这碗粥绝对有问题。怎么了？陈爷爷不合胃口吗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今天的粥熬得特别好，特别香。小浩啊，你这熬粥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。人老了不中用了，喝了2口就饱了。陈爷爷，你身体这么虚弱，不多吃点怎么行？来，我喂你。先放着吧，人老了，肠胃也古怪，说不定待会儿就想喝了。小浩啊，你上次不是说你们宗门的李师叔结丹成功了吗？宗门里是不是发了不少赏赐？是啊，宗门大庆3天，所有弟子都领到了一份赏赐。我领了10块下品灵石，还有1瓶聚气丹呢。青叶门素来清贫，何来厚赏？他在模拟我的记忆作答。好啊，10块灵石都抵得上你半年的俸禄了。以后在宗门里要好好修炼，别辜负了你的天赋。我一定会的，陈爷爷。说起来，还要多亏你给我的那13块灵石的报名费，不然我也进不了青叶门。
等我攒够了灵石，是14块。啊，不是13块吗？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哦，是我记错了。哎，人老了，记性就是不好，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是13块，13块。我当年明明拿出14块，多赠1块为他铺路，他只读数据，不懂人心，这就是幻境的破绽。心魔劫本是突破大案之劫，我入秘境为何遭遇此难？幻境完美复刻我最深绝望，若非米周诡异，我难以察觉异常。你不是张浩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明明已经将你心底的恐惧都完美的重现了出来，你应该继续沉沦下去，在无尽的痛苦与不甘中接受自己那卑微的命运，然后像条野狗一样烂死在这里，这才是你的结局。我的结局由我自己来定，还轮不到你这种藏头露尾的东西来指手画脚。凭什么来定？凭你那几十年都毫无寸进的废资素质吗？你说的对，我过去的确不甘且无力，忍耐苟活是别无选择，但这不是认命，而是我从未放弃对大道长生的追求。60年磨平了棱角，却让道心愈发坚定。他在汲取我的负面情绪，如今尽数归我。四方天地皆由我心而生，你无处可逃。多谢。有力量在抽走我的生机。原来那碗粥从头到尾都是幻货，抽取生机换灵，这是上古炼体邪术。再把我炼成容器，灵液之中必有扰心禁制，不能留存。修为未损，尚有脱身之机。完全隔绝探查，此地是死囚笼。寿元折损2年有余，不能再等，必须脱身。玉木雷法。所有入秘境的修士，全都沦为了求养容器。原来都是他搞的鬼。幻术停了，他被我惊扰了。你竟然能破了我的安魂举！安魂举，我看叫锁魂举更合适了。老先生真会说笑，让你们在美梦中安然如眠，难道不是一种恩赐吗？既然你这么不领情，非要跑出来，那小女子也只好亲自送你上路。土墙术有游龙版，反应倒是不慢呀。
森罗鬼臂。此女实力远在预估之上。神魂攻击阴险至极。老先生，我的手段可不止这些呢。火球术。老先生，你的法力还能支撑多久呢？轨道浩然极低，他想以持久战耗死我，雷法损耗过大，对方避而不战，暂无破局之机。也罢，不陪你玩。那道轨道喷仓绝身。这是不祥之兆。醒来吧。过道傀儡，老东西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我要一口一口吃了你！从未见过这般诡异的蜕变。秘境之中，无处可逃，唯有死战。是。轨道傀儡，不错。此前的炼器完满修士，唯有2人挣脱幻境，被我炼化为傀儡。不过，马上就会变成3具了。红袖，要不要小心逃生呢？以后就再见时，让谁都会死。3。老先生，同样的招数，可没什么用。该死！小雪，速战速决。青木雷法，真是麻烦。轨道傀儡不破核心，便可以鬼气无限再生。找到了，爆！
好，很好。顶级灵兽，还有雷法神通，看来是我小看你了。能死在我的幽魂丧钟之下，你也足以自傲。不好，是专门攻击神魂的神通。青木雷法！不可能！不对劲，鬼道修士本被雷法克制，他却只伤不灭。老东西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一口一口吃了你！从未见过这般诡异的蜕变。秘境之中，无处可逃，唯有死战。是。这才是他的本体，纯粹的高阶鬼族生灵。炼气期化形入世，这般鬼物闻所未闻。区区雷法，就算变强几分，又能奈我何？等我吸光你的血肉，定要让你尝尝抽魂炼魄的滋味。气息衰弱几分，并未重创根基。好，很好，你炼气期修为，这般雷法又能施展几次？大成雷法耗力恐怖，一击几乎抽干法力，30秒便可恢复法力，只需拖延时间。小雪，血蟒力竭沉睡，无法驰援。伤势可愈，法力消耗愈发严重。30息，只差最后一点。天界功法果然神妙。鬼道功法神魂，失手必成傀儡。罗刹肉身不死，唯雷法碎核可绝杀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气息与红袖同源，却精纯100倍。难道这
这就是鬼族的能量核心。不好，是夺舍。这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竟然是这样！终于不用透支自身寿元拼命突破了。获取机缘，依旧需要直面死战。当下首要是恢复自身状态。不知茧中是人是鬼。幻觉，都是幻觉。是你，是你搞的鬼！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都给我闭嘴！不管这里是什么鬼地方，家伙，你最好老实交代。刚才的幻境是不是你布下的？宗门弟子皆是骄纵善妒之辈。你找死！住手，简师兄。我们所有人都是从这种灵茧里出来的，而这位道友，或许只是比我们先一步醒来而已。众人伤势与我同源。老先生，你比我们都先醒来，可有什么发现？老朽也不过是比诸位早醒来片刻罢了，同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各位，现在不是互相猜忌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，以及该如何离开这里。这位仙子所言极是，我们理应同舟共济，先想办法活着出去再说。天剑宗简凌霄，隐月宗宋慕瑶，幽罗殿幽离。各大宗门齐聚于此，绝非偶然，真是流年不利，无端卷入凶险密局。还是把他们留在这里吧，说不定里面的道友还有自行醒来的机会。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这是上古鬼族的改造之法，抽取人族生机，灌注阴能量，改造鬼族爪牙，这叫幻灵锁魂，是一种鬼仆转化仪式。好一个黑石城，竟敢与异族为伍，圈养我人族修士！走吧，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。那是什么？怎么会有一座城？这里真的是上古秘境？此地阴气浓郁至极，已然篡改天象。古籍记载，鬼族可凭大神弄，将天地化为幽冥鬼地。幽冥之地，我们现在身在鬼族地界。此地被鬼气侵蚀千年，已是半幽冥之地。此地压制极强，绝不可久留。我们怎么办？那座城，我们不能进去。有生灵秩序之处，才有出路。线索大概率在城中。谁知道里面是什么？我们进去就是羊入虎口。哼，那也总比困死在这里强。此城凶险，贸然闯入，凶多吉少。我先进去探路，你们找地方隐蔽，等我消息。好，那就由幽离道友先行探路。也只能如此了，千万小心。有劳幽离道友。我回来之前，切勿擅自动用法力。此地阴气极密，外来灵力如同黑夜明火。众人皆非单纯寻宝，
各怀秘心，局势更险。我们先找地方休息。果道妖人，无一可信。求人不如求己，唯有实力可保性命。优先消耗寿元能量，而非本源寿元。大成生圆满，消耗直接翻3倍。寿元能量与本源寿元完全等值，筑基丹缥缈虚无，害人不浅。功法增筑基率，神通保当下命。资源不足，无法两全。优先破局，立足当下保命。是。圆满雷法，收发由心，大小如意。简师兄，你刚才感觉到了吗？什么？那老者身上有大成顶级雷法波动。一介老散修，却无这般天赋与实力。他回来了。幽离仙子，城池情况如何？城内确实有生灵居住。是什么东西？鬼物，以及修士所化的鬼仆。城内防备是否森严？全城松散，无任何戒备设防。往届失踪修士化鬼仆，与原生鬼物共存，毫无防备，不惧外人闯入。闯入者终将被同化，鬼巢无需设防。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幽离道友，你可让我们伪装成他们的一员？这是国道法器，此为敛魂珠，可暂化生人为国道气息。那我们可以大摇大摆进城了。没那么简单，仅可伪装外在气息，体内功法不变，施法即刻暴露身份，5人共用，时效最多6个时辰。6个时辰足够探查，谨慎行事即可。我同意。留守等死，入城尚有生机。鬼道也是。走吧，我们时间不多。收敛心神，跟上我。这都是什么玩意儿？太过诡异！鬼物自成秩序，闻所未闻。众人分散打探，4时后此地汇合。分散开，双人一组，相互照应。我与简师兄一组。陈道友，你看咱们现在去哪儿？
此人刻意胆小伪装，绝非善类。你对这里比我熟。陈道友，你可太看得起我了。我也是头一回见鬼物，腿肚子还在打哆嗦。不过，我倒是真知道一个打探消息的地方。鬼物与人一样群居交易，人多之处消息最多。我们可去酒楼、茶楼打探情报。你有目标了？前方街角酒楼鬼气超天，格外热闹，正好探查。阴魂石，此地鬼族通用货币。陈道友，咱们真要进去？来都来了，人有千面，鬼有万形。这是本店最好位置，可俯瞰街景。上2壶好酒，再来几碟下酒小菜。好嘞，这断魂酿油炸鬼即刻奉上。陈道友，这断魂酿油炸鬼能吃吗？随机应变。陈道友，这做戏要做全套。鬼巢新生鬼物变少，阴魂石产量大减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无以为生。王哥，你待10年就没想过出去？出去谈何容易，没人能离开此地。秘境出口被上古禁制封锁，不该问的别问，知晓无益。出口被封，处境凶险。陈道友，情况不妙。陈道友，后面交给我。谁？哼，王老哥，别来无恙。你是刘三？有些话此处不便说，你们随我来。进来吧，坐吧。我初为鬼仆时，也日日想着逃离，却全无用处。此地是专为炼器鬼物而生的幽冥鬼巢，整座鬼巢浑然一体，全域只有一处出口，出口上古禁制，唯有高阶鬼族能掌控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寻常鬼物无灵智，算不上鬼族；低阶鬼族有灵智，眼眶留存鬼火，不能完美化形；高阶鬼族可化人形，藏鬼火，战力远超普通修士。难道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办法或许有，却近乎无解。巢内2位高阶鬼族知晓如何开启禁制，普通散修找高阶鬼族，和送死无异。历年探寻者尽数沦为城外游魂养量。那2人身在何处，是何样貌，
我怎么可能知道？那等存在，岂是我这种小角色能接触到的？不过城里的低阶鬼族肯定知道，他们诞生于此鬼巢，可直接联系那2位大人。你们不怕死可去抓捕，但别在城内动手。多谢，王老兄，保重。怎么样？可有什么发现？此地为低级鬼巢，出口被上古禁制封锁。我探查所得与你们一致。抓一名低阶鬼族问话即可，万万不可在城内动手，会被万鬼围杀。幽离道友，你能否将低阶鬼族引出城外？我可以试试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。没关系，若是失败，我们再想其他办法。目标是炼气9层绿毛尸鬼，为鬼城管理者之一。你们在城外寻避之敌，我自会寻你们。走吧，我们先去做准备。就是这里了。四方锁阴阵可隔绝法力biến动与声响，待鬼物入内，我即刻起阵，众人合力支付他。好了，静待消息即可。来了。这速度好快！起阵。卑鄙的人族！只用法器攻击，切勿动用神通术法。你畜生！嘿嘿嘿，就这点本事？此料肉身强横，不可力敌。雕虫小技！阵！干得好！不行，这鬼东西力气太大，我的镇符炉撑不了多久。青木锁杀阵。摄魂。幽离道友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搜魂秘术霸道歹毒，最是伤魂灭魄。秘境出口被上古禁制封印，仅上古鬼族后裔可操控。什么上古大战残存的鬼族？不可能！
是他！怎么会是他？我曾灵觉探查过他，人族气息毫无虚假。高阶鬼族可完美化人情，与修士无异。红袖擅长换货，难怪能带我等入鬼巢。黑石城与鬼族的关系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。上报宗门，必夷平黑石城。此鬼名行渊，是鬼巢真正主宰。尸鬼对他的恐惧，远超红袖。我们真能对付得了2个高阶鬼族？哼，此战不可避免，不杀他们无人能走。若他们死后禁制不开，我们会永远困死此地。刘道友顾虑有理，我自有破局之法。众人拖住红袖，我与简师兄主攻行渊。那尸鬼的记忆里可有这2人的行踪？红袖行踪不定，常年离开鬼巢，无人知晓其踪迹。行渊近100年来一直驻守城外禁地修炼。禁地？所谓禁地，就是我们最初苏醒的巨型溶洞。那里是鬼巢巢核心，行渊在修炼一门无人练成的上古神通。兜兜转转，终究还是要回去。鬼核，低阶鬼族的残缺能量核心。老朽对这鬼核很感兴趣，不知道友可否将此物让与老朽？陈道友，鬼核乃是阴邪之物，对正道修士百害无一利。老朽自有他用。一个残缺鬼核而已，有什么好争的？大家还是赶紧离开这里。接下来一战势必十分凶险，行渊实力极强，绝非我等轻易可敌。红袖行踪诡秘，随时能发动致命偷袭，让我得此物，大战我一人拖住红袖。陈道友，可知你在说什么？高阶鬼族居鬼巢主场，实力远超同阶。你凭什么？不知诸位道友以为如何？陈道友深藏不露，我等出去的希望全在你身上。众人损耗不小，不如寻地休整半日再决战。就去此前歇脚的石林，无鬼无侵扰，足够安全。还能升级？什么？神通还分品阶？可惜寿元能量不足。是。
然又是一门筑基秘术。什么情况？系统卡住了。难道无法将功法升级到天阶上品，还是说还需要其他东西激活？红袖似乎不在。诸位，红袖随时可能返回，我们必须速战速决。我与简师兄主攻，幽离策应，刘道九随机应变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失败再无魂路，务必全力以赴。宋仙子放心，在下不会拿性命开玩笑。老朽守住入口，隔绝一切外敌打扰。老朽只求脱身，并无其他想法，更不会拿性命当儿戏。那就有劳陈道友了。这东西里面到底是什么？因死气与精神灵力在此维持微妙平衡。哼，管它是什么，直接劈了就是。大家小心，他要出来了！这就是高阶贵族的实力。他气息古怪，非人非鬼。一群蝼蚁也敢扰本座修炼？动手！天剑诀，三鬼！克制手段对他完全没用。哼，国道法术对我无用。此战远比预想凶险。简师兄，不能再拖。天剑凌晨，双华月银。这就是大宗门弟子的实力。天阶功法特性，二人地位不期。死了吗？就算不死，也必身受重伤。不对，他的气息还在变强。这是中阶神通。中阶神通，
竟有如此恐怖为能？本座100年圆满之机被尔等彻底毁掉，便让你们钦长人族自创的这门神通。不好！这根本没法打！孽畜，休得猖狂！不知死活！坐山观虎咒已然行不通，众人覆灭，我亦难活。罢了。万魂凋零！神魂秘术！放！仙剑诀，奔来！瞬影绝杀！有效果。不够，还差一点。陈道友，地阶雷术竟有这般威力！圆满雷法，筑基方能企及的圆满境，他炼气即便修成。此机耗我7成法力，所幸特性性减耗3成。接下来便是拼命之时。杀我族人，竟敢现身本座面前！本座定将你抽魂炼魄，永世不得超生！陈道友，是你杀了红袖？此战未结，真正的危机才刚开始。这就是罗刹，他的气息已然堪比筑基修士。他的目标是我，你们一旁策应拖延即可。陈道友不可拖大，我等合力方有生机。太快了！应付！行刃！天剑诀，惊鸿！
硬的肉身，一群凡人的蝼蚁。仙剑诀，奔雷！滚开！何力竟依旧无法破防。这是什么能力？竟是天阶功法特性。天阶木法自愈，果然靠谱，损耗可控。原来是修炼了木属性的功法，本座倒要看看，是你的恢复快，还是本座杀得快？都给本座去死！不好！还没死，灵力彻底枯竭，我不行。今日竟要陨落在此！天剑临潭，万魂凋零，修炼。陈道友，用雷法。
此物雷劫不灭，定是奇物。果然又是50年寿元能量。炼气期完整鬼合，寿元固定50年。陈道友，您老这下手也太快了。鬼巢核心，摧毁核心，我等便可离开此地。那还等什么？宋师妹，快动手吧！核心崩塌，空间不稳，诸位靠近我护体。10年，我终于回来了！大家快走，离开此地，重获新生！金丹期修士，这就是金丹期修士的力量吗？这才是真正的仙家手段。我一定要登临此等境界。沈长老，师尊，敢问道友师长何处？在下不过一介散修罢了。今日一别，后会有期。这就走了？此间事了，在下先行告辞。后会有期。道友收取的独角，乃是我幽罗殿之物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此乃我殿不传之秘神通的唯一媒介，源自上古修罗殿。老朽听行渊所言，此神通乃人族所创，不知有何隐秘。彼时他并未在场，如何得知？此神通由上古修罗殿主所创，专为屠戮鬼族而生。上古战后，鬼族近乎绝句，此神通彻底失传。修罗殿覆灭后，此神通由我幽罗殿封存传承。原来如此，幽罗殿亦是上古宗门残留分支。既然是贵宗之物，此神通为何会落入鬼族手中？1000余年前，我宗前辈改良此神通，适配鬼道修士修炼。前辈失踪后，独角遗失，直至近年，此神通才落入罗刹鬼族之手。此神通修炼条件极为苛刻，道友根本无法修炼。道友取出独角一看，便知缘由。哦，果道手段莫测，不可不防。这一息虚影便如此强横，圆满境界何等恐怖！常规修炼无解，
或许系统可以一试。入门便需10年寿元，远超青木雷法。是。如何？看来此物与老朽确实无缘。既然此物对道友重要，让与道友也未尝不可。老朽寿元无多，此番历险只为一线筑基机缘。侥幸存活，却依旧无缘筑基。老朽如今最缺的便是筑基丹。我宗轨道修炼特别，我并无此物。虽不意外，却着实可惜。我神识微弱，急需炼神之法补强。那不知道有手中可有修炼神识的炼神功法？此人所求太过反常。我宗确有炼神功法，皆为宗门不传之秘。不过我身上恰好有一门残缺炼神功法。残缺功法？不错，我这五内观方法仅有第1层心法。功法只分品阶，何来第1层的说法？炼神断体功法体系特殊，补修状态下，每大境界仅可修炼1层。我可借系统补全功法，此机缘绝不能错过。好，成交。老朽还有一个小小请求，老朽初入极北，想讨一份此地地图。这个简单。出来吧。嘿嘿，陈道友，好久不见。有事直说。在下归来，正是邀请道友加入听风楼。听风楼，从未听过。你我皆是散修，修仙之路步步维艰。听风楼是散修自发组建的互助组织，楼外经营茶楼，楼内共享情报与任务，可接任务、发委托、换情报，互通资源。我最缺的便是情报渠道，加入其中，日后行事再非无头苍蝇。听风楼的规矩是什么？1不背叛同伴，2每年至少完成1桩任务，底线之外绝不干涉私事，遇困可有偿求援。如何加入？滴血绑定令牌，便可成为楼中成员。绑定完成，身份数10。预祝道友筑基成功，下次见面便要称您陈前辈了。此人底蕴惊人，日后必能筑基崛起。事已办妥，不多打扰，道友告辞。听风楼底蕴莫测，当下只需专注筑基。此地已然临近北海，昔日黑市寒夜便出自此地。小月寒气愈发浓郁，已然压制不住，冰枯极寒，恐会耽误我筑基大业。冰霜森林，木气冲明，更好适配归元筑基法。天时地利，气运果然不虚。
此神通果然专为杀鬼而生。2门神通进阶皆需数十年寿元，自身寿元匮乏，根本无力进阶。境界越高，寿元机缘越难得。这般修行与送死合一。小雪已然撑到极限，不能再拖了。总算到了。好霸道的寒气！此地寒气竟能封进神识探查。寻常炼气修士撑不过1刻钟便会冻成冰雕。这便是寒气源头，正是我要找的地方。真是壮观！好一口寒潭！别急，如此宝地竟无守护妖兽，太过诡异。情况特殊，不能再等了。这是他的蜕变劫，外人无法插手。进阶耗时良久，不可虚度光阴。五内对应5行，神魂既固，可淬炼神识本源。可惜，每大境界仅能修1层，圆满须至金丹。强神识不止扩太茶、御法器，炼丹、炼气、神魂防御皆有裨益。心属火，为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，看起来似乎不难。修炼耗时巨量，性价比极低，得不偿失。怎么回事？难怪无人修炼，难度远超想象。始终摸不到入门门槛，只能借寿元之力速成。25年寿元，代价极大。是。原来如此。这就是神识增强的感觉。3成神识之增幅，不虚此行。
境界完成了。他体内双力始终未能完全融合，此番进阶，两极力量彻底持衡，唯有彻底融合，方能保命。这是全新的道运。雷纹雪蟒。好了好了，没事就好。进阶之后，彼此羁绊更深，可互感心绪，冰雷血脉相融，他终于无需沉睡折帛。潭底积纵千年的本源已被小雪彻底吸杀。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筑基期强横妖兽全速出来，是隐匿的守护妖兽。冰甲巨鳄，寒潭守护妖兽。小雪的战力已然不输寻常筑基中期修士。干得不错。青木神雷灵动随心，为号法过巨，炼气阶难以久用。他娘的，这些变毛畜生追了我们3天3夜。省点力气吧，汉哥。谁让我们倒霉，撞上冰枪鱼迁徙？队长，备用阵法核心即将耗尽。防御阵法最多再撑1炷香。大家准备弃船，撤往那边伏兵带。流船必死，弃船方有一线生机。
明白。是冰晶隼，炼气圆满妖兽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我刚入修仙界，我还不想死。苦修至炼气9层，无缘筑基，今日竟要陨落于此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那只冰晶隼被一道雷劈死了，一击秒杀圆满妖兽，何等恐怖实力！是哪位前辈高人出手相助？寿元将近，莫非是游历世间的老怪物？晚辈林山，多谢前辈相救，大恩大德没齿难忘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出手并非善心大发，只是顺手一试神雷威力而已。初入北海，对海域与冰霜森林一无所知，些许时间换有用情报，值得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会在此地？回前辈，我等是蓝月岛修士，欲前往冰霜森林采摘灵草，不料遭遇鱼潮妖兽袭击，我等险些丧命于此。蓝月岛，冰凝草，我的地图上从未标注过这些地方。蓝月岛是近海散修小岛，冰凝草是炼制2品冰晶丹的核心灵芝。不过是为资源拼命的散修，与我当年境遇相似。你们还要去冰霜森林？是的，前辈。不过楼船阵法已毁，此番行程恐怕难以成行。他想求我护送，心思已然显露。你们对冰霜森林了解多少？地图信息有限存疑，真人口述情报最为可靠。冰霜森林冰木双灵汇聚，妖兽特殊难缠，中心区域无人敢踏足。哦，这是为何？深处盘踞筑基后期双叶暴熊，可操控冰木之力，多名同阶修士陨落其手。筑基后期大妖战力远超预估，贸然深入腹地，即便有小雪相助，依旧凶险万分。何止是双叶暴熊，还有更恐怖的东西。周凡，不得无礼。无妨，让他说。岛上老人说，冰霜森林最深处有鬼物出没。胡说！森林阳气充沛，草木繁盛，怎会有鬼物？我不知真假，只是听人所说。前辈勿信，传闻百年无人得见，皆是世人以讹传讹。空穴来风未必无因，结合上古传闻，人间定然还有鬼族余孽潜藏。我仅剩1年余寿，身体日渐衰败，耗不起时日。折返内陆寻地筑基，耗时2月有余，变数丛生。只需扎根森林外围，无需涉足凶险腹地，此地可筑基，谨慎行事便可规避大半风险。多谢告知，情报已足，无需多做耽搁。前辈，请留步。李月，你干什么？晚辈斗胆，恳请前辈护送我等一程。老夫凭什么要帮你们？我等熟知冰霜森林地形，
愿为前辈充当向导。我等知无不言，绝不敢有半分隐瞒。老夫前往森林闭关，你等需在外围护法，隔绝一切打扰。待老夫出关，你们便可自行离开。前辈，您的意思是让我等为您护法？怎么，你们不愿意？愿意，晚辈万分愿意。能为前辈护法，是我等荣幸，定当竭尽全力，万死不辞。离山，出发吧。是，前辈。前辈，前面是冰霜森林了。这雾气有古怪。前辈，此雾是天然瘴气，可压制神识，内含寒毒，过量吸入会损伤经脉。穿过迷雾区，岛内灵气便会恢复正常。我等常年在此活动，知晓安全航线线，可避开高浓度瘴气区域。四人配合默契，颇有本事，可生我诸多麻烦。总算到了。别掉以轻心，上岛才算真正踏入妖兽地盘。好地方。木灵气充沛至极，极适合筑基。前辈，您看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找一处木灵气浓郁又足够僻静的地方。是。前辈，请跟我们来。大家小心，此地冰丝蛛蛛丝无形带毒，难缠至极。妖兽多为炼气中后期，对我毫无威胁。前辈，就是这里了。不错，此地极为隐蔽，少有人至，谷内暗藏微型灵脉，灵气浓郁。哦，还有灵脉。此为回气丹，闭关期间你们量力护法即可。前辈放心，我等定守好谷口，绝不让妖兽踏入半步。是重获新生，还是生死道消？成败全在此一局。小家伙，你就在山谷内守着，若有东西进来，直接杀了便是。这一刻，我等了太久太久。现在一切准备就绪。队长，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守着吗？做好你自己的事情，别到处乱跑。哦。好浓郁的木灵气啊！这是筑基秘术，前辈是在筑基。易经法髓，肉身淬炼，痛楚刺骨。天阶功法改造经脉，省去经脉淬炼之苦。
稳住，必须稳住！灵气不够，还不够！天啊，这是什么？居然引动了如此大范围的草木精气！不好，周围的妖兽都被动静吸引过来了，数十头妖兽环围，还有炼气后期强者，麻烦大了。都别慌！我布的聚水无痕阵可隔绝气息，暂时阻挡妖兽。玄武太过显眼，根本藏不住。哼，一头剑气中期槟榔也敢来凑热闹？别冲动，先观察局势。不自量力！是槟榔群！不行，这样下去阵法撑不了多久。必须冲出去，斩杀狼王！好，出去会露出空口，我们都会被淹没。刚才那是什么？好像是前辈的那条小白蛇。仅仅一击，秒杀炼气后期狼王。这般弱小的灵蛇，竟藏如此恐怖战力。前辈深不可测，就连灵宠都如此恐怖。有前辈的灵兽在，我们应该安全了。都别掉以轻心，这只是开始，继续守好自己的位置。是。法髓已成，肉身脱胎换骨，气海圆满。下一步，法力凝液。凝液是炼气与筑基的生死天奖，一败便是万劫不复。第一次失败了，再来。第二次依旧败了。丹田已到极限，再无试错机会，赌上一切的机会，我绝不能输。给我拧！成功了！这是筑基期修士才有的威压。筑基期，筑基一成，枯木逢生。辛苦你了，小家伙。
这就是筑基期，我成功了，我活下来了。过往一切终有回报，我终于踏上真正的仙途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百年寿元，一切皆可重来。这一次，绝不会再败。炼气功法终究无法适配筑基境界，无功法傍身，便是死局。是。不错，今日终得如愿。林珊，识相点儿，乖乖撤了阵法，否则等我破了这乌龟壳，你们没好果子吃。韦童，我们无怨无仇，为何咄咄逼人？哼，无怨无仇。早前你们抢了我惊涛会的海灵花，这么快就忘？放屁！那是无主之物，凭什么归你们？我惊涛会看上的就是我的，敢虎口夺肉，就要有被寻仇的觉悟。今日便连本带利，一并收回。此地是前辈清修之地，你放肆不起！哈哈哈哈哈！前辈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儿？有本事就让他出来见我！筑基期，恭贺前辈成功筑基，大道可期。恭贺前辈。前辈饶命！前辈，我们都是被魏童逼的，求前辈饶命！都是他，是他指使我们的。修仙界残酷至极，求饶必死无疑。哼！装神弄鬼！此地偏僻，绝无筑基修止，皆是秘术虚张声势。一群废物！新晋筑基必定不稳，拼死或可觅一线生机。惊涛3叠浪！此招曾斩无数同阶修士。昔日我束手待毙，今朝方知境界天线无可逾越。死了，都死了。炼气圆满，4名炼气后期，
竟被瞬间尽数斩杀。前辈，前辈，你们做的不错。这是他们的储物袋，里面的东西就留给你们吧。前辈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们受之有愧。收下吧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你们之前说这森林深处有鬼物出没。回前辈，鬼物传闻流传已久，我等修为卑微，不敢深入，无法确定真假。不过，双叶豹熊盘踞中心，似在镇守某物，或许这与鬼物传闻有关。冰霜森林内部果然藏有秘密，我需鬼和延寿，但暂不宜贸然涉险。好了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是，前辈保重。极北城，历经秘境进阶筑基，如今我终是挣脱死局，重启前路。